我从98年开始接触皮，一直用皮做艺术创作和设计，20多年了。植鞣皮它有可塑性，能塑成什么程度看你本事。一开始2块皮尝试去包一个鹅卵石，直到后面用1块皮来包，通过它自己的干湿收缩能力，去把这块石头紧紧地抱住。18年开了一辆吉普车，带了2只猫，我跟我老婆搬来杭州，艺术文化的这个氛围比我的老家要好，所以这个房间延续了就是原来我最早的一个工作室的那个状态。植鞣皮它本身其实它是一个环保的材料，小饼干啊什么水果我就扔在里边当盘子用。那我就琢磨着我要隔水，我还要能装吃的，那大漆最好。浙江的这个天气啊，很适合做大漆，围绕着原来的那个器物嘛，大量的用这个大漆跟皮。2楼有一个小小的阴房，养植物的一个塑料大棚，用一些枝杆然后和塑料布支撑起来的。我是属于是有娃比较晚的，他推进产房一直到他推出来，我一直在哭，就没停。后来一个阶段都很懵，觉得自己还是不够格。有了他之后呢，做作品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。刚刚穿鞋子的时候，那个鞋子太可爱了，就是比手掌还要小。我就用皮分别做了他的鞋子、喝的奶瓶、储存的奶瓶。22年吧，是有一些凸起、下沉、重力的感觉，全都是1块皮做出来的。山峰呢，其实有很多我自己的这个拉扯在，觉得它很像是一种叫孕育的过程。石头、树枝、云都是大自然当中有的东西，所以我就用很薄的皮去体现这个树枝，我用手电筒去照它，它就透光，我就开始深入的去研究它。整个纤维结构全部都缩紧到一起之后，它是半透光的，完全干燥的时候，我们用美工刀切都切不断。它是可以代替玻璃纸做灯、榻榻米的屏风、推拉门，是未来它可以做桌子、做茶几。从这个国际上来讲，没有太多人在做的。23年我父母先后去世，对我的打击呢其实是非常大的。1年多就是不做事，就是禅修、思考、梳理。98年退学之后呢，到北京去当流浪艺术家，搞艺术到吃不上饭，到去努力的去赚钱做皮具。恩德最大的父母都没有尽好自己义务。茶室呢是我平时禅修的地方，一张很干净的画的上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洞，每一个洞代表我禅修1个小时。佛教当中它有一个词叫无明，我这个作品上面戳很多洞，通透出很多光，象征着智慧有明。做灯呢是因为从这个禅修的这个作品当中衍生出来的，把这个皮做到这个半透明的这个状态的时候，非常朦胧，很柔和，有禅意。浅茶色的这个皮灯上面会有很多亮点，远看就像一轮圆月一样，格外的通透。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叫愈合伤，就跟普通的组织已经不一样了，代表其实它生命当中一些痕迹。就牛皮本身，它是一个副产品，没有人为了1块皮去杀一头牛，把它应用到生活当中，传达一些美。如果说智慧就是照亮生命的光，那么我希望把这个心灯传递给更多人。